韩国总统尹锡悦是否会走上泽连斯基的老路？美国正在中国周边塑造一场危机。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距离上台呢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近日呢专程访问了驻韩美军的平泽基地，并且派出美韩政策协调代表团访美，向白宫转交了尹锡悦致拜登的亲笔信，并且呢密集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韩国的媒体表示，尹锡悦与美方就将韩美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全面战略同盟达成了共识。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美国深化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说白了就是全面站队美国。另外呢，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密切关注，那就是他的一位政策顾问表示，韩国代表团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曾经提出希望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比如核轰炸机以及核潜艇。尹锡悦的发言人金恩惠还表示，先发制人有别于预防性的措施，是一种可针对常态威胁采取的被全球公认的措施。韩国的后任新政府将彻底应对朝鲜的挑衅和威胁。看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尹锡悦上台后，韩国的外交政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变，而这些举措有可能让韩国重蹈乌克兰的老路。这名韩国的后任总统出身于检察官系统，而泽连斯基呢出身于演员。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上台前没有理政经验，而且都是美国扶植起来的领导人。如果美国指使尹锡悦与朝鲜硬刚，甚至加入反华联盟，那么恐怕在东北亚就会发生一场军事危机。尹锡悦如果上台后真像最近表现的那样，一边挑衅朝鲜，一边要把核武器和核潜艇请到家里来，那么一场地缘危机将不可避免。要知道，当初韩国仅仅是引进了萨德反导系统，结果就导致了中韩关系、朝韩关系以及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严重恶化。那么这位后任的韩国总统未来直接挑衅中国的可能性大不大呢？也许不大，但是在美国的煽动下，只要韩国不断的恶化与朝鲜的关系，那么就有可能在中国的家门口引发一场军事危机，甚至呢导致军事冲突。朝鲜目前可不那么好惹，美国都要避让3分，因为现在他们连续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洲际导弹和核武器。那么如果尹锡悦在关键节点上把握不准确，导致朝鲜直接动手，那么后果将会比较严重。因为朝方已经明确表示，韩国不是朝鲜的主要敌人，但如果韩国选择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那么朝方的核战斗力量将不得不执行自己的任务。这可以说是已经明确的对韩国提出了警告，而且是核警告。那么如果美国真的是顺杆子上，按照韩国后任政府所说的那样把核轰炸机、核动力潜艇，甚至呢弹道导弹、核潜艇请到韩国，那么中国必然也不会惯着，因为这个事态可就严重了。我们过去说过，美国是一个善于玩离岸制衡的国家，为了与中国竞争，很可能会在中国周边塑造一场危机。从佩洛西计划访台，再到尹锡悦计划把核轰炸机和核潜艇请到家门口，那么似乎就在印证美国正在制造一场冲突的战略意图。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但是美国可能等不下去了，因为他担心中国在短期内就会超过他，因此他很可能在东亚地区采取某些挑事儿的举动。韩国的后任总统尹锡悦在政治上目前表现的还相对比较幼稚，这就给了美国一个利用的机会。那么如果
他们继续鼓动韩国走一条武装对峙的道路，那么朝鲜半岛有可能就会发生地动山摇的大事件。中国现在对韩国的外交政策呢是一以贯之的，希望能够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如果这样一个环境发生了动摇和改变，那么我们就只能在东亚地区和某些域外势力先掰掰手腕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